大家来到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是未来银行里面很多现金，希望呢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好，看看大家白色巨塔最强医师群，哎呦欢迎你们。哇，今天医师都来了，你看哦，对怎么感觉像另外一个节目呢？首先介绍是刘子怡，你好。你好。哎，子怡还很年轻啊，哈，真的她是牙医师哎。哇，是哦。可是你看那个笑容，对，她的笑容是一个职业，她不是牙医要当然漂亮的牙齿。那第二个呢，她因为参加过欧洲大陆小姐选美，所以必须面带笑容。那个笑很职业，不知道大家好啊，气质派的，对不对？你该不会哦？这是你啊？对，哇塞 ，Miss Europe， 你不懂英文吗？不懂哎，Miss Europe，欧洲小姐，欧洲大陆小姐，对，他的伸展台，然后各国的人就是有一个人代表去参赛这样子。哦，那是我在走伸展台的时候。好，谢谢我们美女牙医师刘振怡。接下来徐金元医师你好，院长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他是妇产科徐院长的，对不对？对。您曾经到日本学医吗？对，当初到日本是主要是学胎儿医学，胎儿超声波还有胎儿治疗。因为很多小孩子他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生病了，所以当初就有去看一下，在他肚子里是怎样治疗他。哦，在肚子里就可以治疗。有积水，就可以放管子啊，让他的水排出来。这样出生以后的愈后会很好，比较好一点。现在郑明璇，你好，大家好。她是家医科非常美丽的家医科女士，这个澳洲墨尔本大学医学系，念医学系跑到澳洲去念。其实我是因为小时候本来就在国外，我不是特别去国外念医学系的，是我小时候是先去纽西兰，然后大学，因为我们本来就全世界都会申请大学嘛，所以那时候就申请到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在世界上排名还蛮前面的，算是名校啦，所以那时候可以申请。我们今年好像是世界前13名，那超级前面。欢迎你来，欢迎你。那接下来陈伟杰你好，年轻的泌尿科哦，对大家好，泌尿科，对泌尿科。泌尿科不是光只看男生，女生会给你看吗？都会看，都会看。啊，女生泌尿科不会去找妇产科吗？有啊，妇女泌尿科。所以那个徐院长是我的对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妇产科是一定给他看。对，妇产科不会给泌尿科看吗？对，但是其实妇产科跟泌尿科很接近嘛，尿道、阴道很接近。有时候有些女生会搞不清楚她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女生会选择我泌尿有问题，到底是徐医师呢，还是找帅一点好了？不要这么说，院长也很帅啊。就是徐院长了。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泌尿科都会觉得说这科有点丢脸。不瞒大家说，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丢脸。不会呢？为什么不会啊？其实现在这块东西是很开放的。是啊，而且顾客多啊。对，而且在以前，其实各大医院的院长都是泌尿科。为什么？因为俗话说，要抓住一个男人，要先抓住他的胃；要当上一个院长，要先抓住那个男人的鸟。对，所以很多高官的秘密都是泌尿科医生所掌握的。来，接下来介绍是胡逸轩，你好。胡医师你好，他是皮肤科医生，难怪皮肤这么透亮。谢谢，超级好哎。爸妈生得好，然后还加上后天保养。保养。对。所以皮肤现在夏天了，当然会有很多湿疹啊。对，大家都有多喝水就湿疹的问题啊，然后霉菌感染、香港脚啊、胯下痒啊。对，最多的大概就是，比如说女生胸部太大，你这个翻起来，这也湿疹。你知道吗？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而且你还让肚子，你还在那翻起来，我好像很会啊。男生就海边嘛，肚子太大的话也会肚子下面翻起来。最胖的眼睛管，胖的眼睛管，还有小脚腿的干燥会产生那种。那怎么办？而且台湾又这么湿，这么热。对啊，所以如果说有流汗的话，最好是要用湿毛巾或者是用清水把汗洗掉，然后再擦干。谢谢各位，让我们看节目有健康的知识，来欢迎。接下来介绍两位专家，超人气新闻主播黄盛凯主播你好，主播好。健康专家刘怡礼营养师你好，营养师好。哎，马上进行第一回合存款争夺赛。我
我们请香妮来讲规则。好，这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抢答之后轮流作答，每一个答案代表3000元哦。那除了把这6万元抢完之外，或是2题轮完之后，第一题呢由刘以礼营养师来举圈或叉，请出题，香妮。癌症持续蝉联国人10大死因的第1名。根据3种肾脏科医师指出，请问哪10大习惯容易养成癌细胞？请抢答。子怡。睡觉不关灯。为什么？睡觉不关灯会因为不关灯的话会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那有研究指出，就是褪黑激素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答案是对的。真的？那小灯可以吗？还是房间的大灯不行？我自己本人是会全关啦，但是因为我不喜欢被任何的灯光去影响我的褪黑激素的分但是泌。如果远方有点小小的光亮是可以吧？比如说你的厕所开灯，你睡觉是黄光或者是红光会比较好，比较弱的，不要留着，但不要蓝光。徐医师，吃的太甜太咸。口味重，因为这个对身体是一种负担哈。像这种饮食，目前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归类为危险因子。答案是对的。来，请加3000。我觉得也是吃的，像是加工食品。对，肯定有的嘛。加工食品对或错？答对了。加血水啊，加3000。会接。就是我的牙齿其实不错。因为我从小我爸妈就跟我说，一定要刷牙漱口，不管是睡前啊或者3餐最好都要。那你意思说牙齿要保持清洁？对，因为口腔的清洁非常重要。像这边有牙医师，他应该最了解。那这里面的话会造成，其实嘴巴是人体里面非常脏的部位之一。对，所以它里面听说比化粪池还脏啊。对，所以有研究说你被狗咬到，伤口可以直接缝，但是如果你被人的嘴巴咬到，不能缝，要先清洁，要先等它细菌都干净了之后才能缝起来。zombie 哦，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有到这么严重会有癌细胞哦。最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清洁不好，如果造成细菌一直反复感染，你的口腔的黏膜就会变差，就容易。口腔如果没有保持清洁，对或错？答对了。我以后要跟以后小朋友说，你要刷牙，不然会得癌症哦。这样听起来就真的蛮可怕的。来加3000。对。常常喝太烫的东西，过烫的，对或错？答案是对的。对，但是那个确实它有定义出温度，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有指出，所谓的会造成这个10大癌的致癌风险的温度烫口是65度C。65。对，它有定义出一个温度。那我们台湾的卫福部它是讲一个形容，他说你只要会烫口，其实就会造成所谓的这个10大癌的风险几率增加。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像我们口腔黏膜，因为像牙医师应该知道，最高的温度大概接受60度C，如果以上，它如果烫出伤口的话，3天没有好，其实应该就要赶快就医。对。可是其实像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他口中有很多银粉，有没有？知道吗？银粉。那银不一样。过去的牙齿。对。那银粉是银汞合金嘛？那银汞合金其实40度以上就会释放出一点一点的汞了，对，就对脑神经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口内如果有很多银粉的人，也尽量不要吃超过40度以上的热汤热水。好，来，请加3000。OK，子怡。我吗？是。对，不然就徐医师好了，徐医师。不是，对，我现在要说什么？还有继续回答，继续回答。你聊天聊过头了，我要说什么？我还唱一首歌呢。你在回答，你还在回答这个题目，你爱聊天。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习惯会养成？可是我刚刚已经说了银粉了，这可不可以算一个？可以啊，可以啊。OK， 赞。好。你就牙齿用银粉。牙齿的银粉。对，因为我刚刚聊天呢，并不是回答嘛。请加3000给我。错，上面没有写啦，是对的，上面没有写。不到10大。它是前10大。对。你这个可能第11名。对。你不要这么爱聊天，专注一点。来，徐院长。久坐了，就是一直坐着没有站起来，因为现在这个久坐本来是危害我们健康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大家看你的 Apple Watch， 它有一个叫醒你，哔，该站起来，你们起来走路了。对，有人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久坐对或错？
答案是对的。为什么啊？久坐也不行？而且它这边的久坐定义是指除了睡觉之外，如果你坐着或躺着在6个小时以上。那它会产生所谓的这个癌症很多哦，包括25% 的结肠癌，29% 的子宫内膜癌，29% 的卵巢癌，都在这啦。对，而且它这个调查是这个欧洲的流行病学期刊，它调查了20万的这个癌症病人他以前的习惯。来，请加3000，更明显。如果常常住刚装潢好的房子，就是有甲醛的关系，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对，味道上面。对啊，或是你常常买一些可能比较廉价的家具，就是含有甲醛比较多的，对，或者是常常住很新装潢好的房子，因为我印象中甲醛要大概10到15年才有办法完全的这样会成为10大手淫吗？不是家里都在装？因为肾脏科医师。来对我说。答案是对的。那如果有人一天到晚搬家，一天到晚装潢新房子，一天到晚换东换西，那你搞不好是住旧家，就别人装好了。我们10几年没装，你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在装啊。对，可是方法怎么办？我总不能这装潢10年才进。对，其实它里面有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你在买家具的时候，如果是那种甲醛，它其实会有刺鼻味，这个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嗅觉去判断。第二个就是你可以选择有这个绿建筑标章的，那相对来讲可以保障就是所谓的刚刚提到甲醛的这个挥发的污染。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建议也可以买2手家具，因为刚刚提到这个甲醛其实15年左右才会挥发掉。那可能别人用过，可能超过15年了。请问你为什么买这个家具？那家人已经走了，所以这个他怎么走？因为甲醛都吸光了，这个流过一批了，现在没有了，已经现在 safe 了。这绝对 safe， 因为那家人都走了嘛。请加3000，伟杰。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从小我就有点爱吃泡面。哎呦，大家都会觉得泡面。可是你跟那个是一样的啊。泡面的话，我说泡面，特别是泡面，因为把泡面跟腌制物是分开的，对不对？泡面本身它的面也是有加工过，所以它本身也不好。但是那个碗本身也很不好。你是说那个碗吗？对，那个碗本身也不好。重点在那个碗上。对。可是我们现在看，现在都是纸的啊。对啊，那塑胶碗，如果你遇到一些比较高热，现在当然越来越好嘛。但是在你说是保丽龙碗那种。对，比较以前的时代，那个可能品管没有控好，那如果用一些热水下去煮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严重。所以他答案是讲那个碗哦，不是讲泡面。如果是保丽龙，好了，来对或错。答对了。那如果光讲泡面可以吗？其实泡面它归类在就是太咸的食物里面，确实会跟胃癌有相关。但那个碗确实是重点。还好他改了碗，那如果讲泡面不会对的。对，就重复了。怡萱，爱吃那个烤焦的食物，像烧烤烤焦的，或者说面包烤焦的，那烤焦的物质上其实都是致癌物。你讲日本人嘛，很烧烤，来对或错？答案是对的。来，请加3000。其他还有致癌物，大家都不讲，我好急哦。来，对啊，最简单的，这个经验，这一个照 X 光，因为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想要去照那个电脑断层，真的他如果觉得说好像自己好像有病，也不会动不动就去照吧？很多就有这种绿病症。动不动是多动不动？很想每次他看医生，他就说我可不可以照个电脑断层？答案是对的。请加3000。我知道。行长刚才等抽烟，对不对？抽烟喝酒为什么不在里面呢？对，他没有在吃，其实他也是也是致癌肾脏科。还有补充的吗？其实在癌症的预防里面，因为本身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就我们刚刚提到，不管是保丽龙物啦，或者是说像烧烤啦，或太咸太甜的，它不会让你立即得到癌症，这个先跟大家先解释一下。但是如果你长时间你的习惯都是这样子养成的话，那确实它会产生后面很多癌症的这个发生。那这是还有3万块，我们接下来这题目是由黄胜凯来举全国差了，乡里请出题。医生常被病人告，他们很怕遇到医疗纠纷。根据台北地检署的统计，引起医疗纠纷的10大原因有哪些？请抢答。之一。有。就是自费太贵了，然后病人对于最终的成果没有满意。对。来，请加3000。是很多家里都说自费没问题，一旦账单出去，他就觉得怎么那么贵？也太贵了吧？对啊，所以大话不要先说到前面。来，心妍，医护人员态度不好，
很多就是因为赌一口气。我觉得说你这个态度不好，虽然也许没有什么事情，他就觉得说不爽，投诉你。哎，对或错？对，绝对有的。请加3000。明确。可能还有就是像开刀开错啊，比如说开错边啊，或者是流纱布在里面，对，流纱布在里面这一种啊，早期这种应该还蛮多的，对。但因为我们现在为了预防这些发生，我们其实医院做了蛮多步骤，是会去对，就是层层的确保说不会出错这样子。对，来，请加3000。现在不会，现在会很精细，一直 double check 的。来，有一些人就是。医生呐，有些医生他就是很惜字如金。你进来，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OK， 那有些人就说，医生，你可以跟我讲一下割包皮怎么割吗？把包皮割掉。对，像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就把它拉起来剪掉就好了嘛。对，就是讲的太简单了啦，你没有跟这些人讲的比较详细，因为其实现在医病沟通是非常需要加强的环节，病人的意识抬头所以你不跟他讲的这么清楚。那他可能反过来就会出去就先投诉你，然后再来告你。对，请加3000。可能是延误诊断，或者讲比较严重就是误诊。误诊对，误诊或者是延后延误诊断。对，他本来割包皮割到疝气去了，你知道吗？这是有点厉害呀。有这样子吗？我还没有遇到，但是有结扎结到同一边的。来，对或错？对，有，请加3000。误诊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整个团队对这个病人，他对于这整个团队感受不好。就例如说，可能医生他感觉还好，但是可能某个护理师让他感觉超级差，那到最后他也决定要那跟态度不提起诉讼，就是第三个人的原因啦。有可能不只是医师跟病患，可能有第三者的原因。对。好。什么意思？这怎么分？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个出题是在医生上面嘛，但是可能我们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护理师啊，整个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人，那可能你对整个程序上你觉得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就有可能去投诉。整个程序。院长，我觉得有时候是刚刚的第三者不是一样就是说。明明看病是医病双方，但是突然间他的亲戚来跟你说这个医生有问题，然后你就会开始有医疗纠纷出现，有在里面。身边的人给意见来加3000，你选。哎呀，还有3个名额。对啊。就是有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医疗程序上的问题？比如说，可能病人会觉得说，做这件事就是要 A B C D E 这样子的顺序。那我们实际上临床会碰到说，因为病况我们可能是相反，那他就觉得说，这个医疗程序上跟他预设想的是不太一样，而去提高。因为毕竟现在病人都很会在网络上 Google 或是然后现在什么都问 Google 看病嘛。对啊，所以就可能会跟他想的不一样，然后而去引起纠纷这样子。来，我不知道这个对或错？有在里面，也有，请加3000。微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小心的，就是主治医师如果不太爱查房的话，因为其实有些病人要住院嘛，住院了之后，结果住了3天都还没看到主治大夫。3天还算短的，有人住到出院的时候，然后他会跟那个住院医师说：“谢谢，你是我的主治医师吗？”我不是啊，从头到尾都没看过他，所以我想这个有见面有会影响医疗疏失这种情况会不会降低啦？没有，因为你题目不可能是主治医生没有足够露脸。对的，不会造成医疗纠纷呐。他只是说你能不能请主治大夫来看我一下？我已经在那边住3年了，对，3年。但瓜哥，你知道我们女医师比较常碰到是，我们去看，然后病人就会说，为什么住院这么久，然后主治医师都没来过？我们每天都有去看你，1天看2次。他认为主治医师的概念是男生。对，然后比如说我们会带学生，可能是男生嘛，然后他们就会从头到尾就对着男生讲话，对，然后完全就忽略我们这样。因为我们很常，他就会说为什么比如说来急诊一下，我们已经来了半天，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医生来看，怎么都是护理师来看这样？明明你都有写说我是郑明全医师，我是今天急诊医师，他们
们直接忽略这一句话。医生本来就这样，刚出来医生很辛苦啊。一个太年轻，他们又长那么漂亮，人家不会打死也不会认为他们是，他认为是护士还是？因为现在患者就是可能会上网搜寻很多的东西，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懂很多，所以他就因为他查太多知识，他已经觉得他很了解，然后他就不满意医生给他的医疗程序。这刚刚好像讲过，程序上面就是医病关系不好，就病人对你的信赖感不足，所以你讲什么可能他都不太相信。就例如说他看我们太年轻了，看起来很年轻。不是刚刚就是来对或错？啊对，来请加3000。子怡，剩最后一个名额。是。跟医生的关系不好。跟医生关系不好。刚刚有讲医病关系不好。那他既然讲对或错？错。重复了对吗？来院长。像现在达文西也列入健保给付嘛，像这种现在有很多新科技就出来，结果你还用很老的，比方说你还用剖腹的方式给他开，他后来去翻一些资料，就觉得说你这个人没有跟上时代潮流。对或错？有点重复到了。程序上越来越难，剩最后一个了，明轩。但如果是比如说病人觉得说我今天是挂这个主治医师，然后是这个医师主刀，但实际上他觉得帮他开刀的是住院医师，那他觉得主治医师，但他不会察觉啊。但是我先说这件事在法律上没有不合法，因为我们本来教学医院主治医师就有义务要带住院医师，然后他在旁边看嘛，只是主刀的不是他，那可能病人会觉得说他被欺骗，或者是他觉得说我挂你就是要我这个医生帮我开，然后而去提高。对或错？算是对。来，请加3000。来，我们宣布他们现在目前的奖金。好，刘医师9000，许院长15000，郑医师15000，陈医师9000，胡医师12000。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请乡里讲规则。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每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本轮就淘汰喽。那每一轮最后留下来那位可以把当时账户里面累积的所有奖金灌给自己。是，来，总共进行3轮，第1轮请出题。牙刷比你想象的脏，请问哪个是使用牙刷的正确习惯 ？A. 将牙刷竖直摆放。B. 用牙刷套保存，请作答 A 或 B。5个人都选 A。怡萱为什么这么后面才想到要选 A？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用牙刷套保存的话，它会比较能够隔绝其他的脏污。对，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想，可是又觉得说好像把它罩住之后会比较容易潮湿，然后对生霉菌这样子。他还在想，就是把它洗干净之后风干嘛。晾干，有人会用牙刷套套起来。那个我觉得不太会吧，因为第一个很麻烦，第二个我觉得会发霉，更滋生细菌，对不对？正确答案是 A， 把牙刷竖直摆放。那牙刷呢，其实很容易成为细菌的温床嘛，所以要定期更换哦。那也要注意，不可以让它太潮湿。所以用完之后呢，赶快把它直立放起，让它自由风干就好了。那如果说是牙刷套的话，可能就是旅行的时候路上带一下，你到要去的地方还是要把它拿出来封。来，先加5000。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牙医哦。一般人我们刷牙早上起来牙刷，很多人习惯是会这样哦。我要刷牙之前一定是挤牙膏，然后牙刷我会用水这样冲湿，再挤牙膏。一般人都有这个习惯嘛，但有人就建议说不需要冲水，直接就挤上去。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吧。我觉得因为牙膏说实在，它只是有一点点社会，它比较偏向是它有一点抑菌功能，有一点薄荷清香，有一点就是社会性香香的，就是没有用牙刷。只要物理性摩擦也是能够把牙齿刷干净。他的意思说你不用牙膏，牙刷也可以刷。对，不用牙膏也没有关系。所以牙膏我都只挤一点点，然后冲点水，这个我觉得还好，所以重点在于牙刷，而不是牙膏的功能。因为它牙刷才能刷你的垢嘛。没错。接下来下面一题，请出题。用嘴巴呼吸会有大问题，请问用嘴巴呼吸会有什么问题呢 ？A. 更容易过敏。B. 更容易感冒，请作答。有不同意见了。对，
对啊，因为感冒病毒不是那么容易存在在我们环境当中啊。但是一些过敏源很容易经由嘴巴呼吸，很容易经由嘴巴这样吸进去。伟杰呢？因为鼻孔里面有很多的鼻毛，它是一些过滤的，可以阻挡。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可以把这些过敏源阻绝掉。那感冒病毒就是指整个呼吸道都会中，所以不管是从鼻子或者从嘴巴，应该都会有，而且鼻毛没有那么细，没办法过滤掉病毒。怡萱，你选择是更容易感冒，为什么？因为张口呼吸的时候，就是嘴巴会比较干，然后嘴巴口腔在比较干的时候，它的黏膜就会没有那么健康，然后反而是更容易被感冒病毒入侵。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更容易感冒。刚刚呢，陈医师说的对，其实鼻子里面有鼻毛可以帮忙过滤空气中的杂质嘛。但是如果你是习惯用嘴巴呼吸的人，你口干舌燥之外，还会容易感冒。为什么？因为你的扁桃腺容易发炎，那长期感染的话呢，会免疫系统出现异常状况，才会间接促成过敏体质。好，3位请到旁边休息一下，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医师是一个非常需要专业知识的职业，请问在古代欧洲，外科医师曾经由什么职业的人来担任呢 ？A. 理发师 B. 厨师。请作答。选择理发师，子怡。我觉得毕竟理发师还是有用剪刀或是尖锐的器械来帮客人操作。那我觉得厨师有菜刀啊，不太可能了啦，我觉得啦。对，而且你给理发师剪头发之后，就好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所以想说可能就是理发师来担任。刮胡子很容易割喉嘛，对不对？对，以前对不对？剪头发很容易把耳朵剪掉嘛。哇塞！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理发师。在古代呢，欧洲那边的宗教的功能强大所以修道院里面的僧侣呢，也发展出很多医学跟外科的知识。那1163年，亚历山大3世宣布，教会应该远离血腥，然后正式禁止这些神职人员参与任何外科手术，不然你就是在亵渎神明。那医生呢，也认为说双手沾有血有损民意，所以他们也不可执行手术。这时候怎么办呢？因为这些理发师他们看过僧侣执行手术，那他们本身有刀具，然后他们常常需要碰到人的皮嘛，所以他们也比较不会怕，所以呢，理发师就变成首选了。那他们还有个名字叫做外科理发师 （barber surgeons）。那你还知道一个典故吗？过去的理发店为什么有那个灯在转？那个灯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一个红一个蓝，代表一个动脉一个静脉。真的哦。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所以以前你们看到那个有灯，表示里面是可以手术的。所以不是剪头发，是手术。真的啦。第一次知道澳洲我们还蛮保持这个传统，就是我们的外科医师，当他们已经变成合法外科，他们的 title 其实会从 doctor 变成 Mr 或是 Miss，因为就是追寻了这个传统。然后那个一开始它是因为我们医学的那个 symbol 就是那个魔杖有没有？它其实是2个蛇这样缠在一起的，对，所以那个 barber 其实就是一样，就是效仿那个静脉跟动，然后2个缠在一起这样子。来加2000，请出题。人类相比于其他动物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部位，请问这个部位是什么呢 ？A. 下巴 B. 阑尾。请作答。好，有不同的意见，表示这题要结束了一个是下巴，一个阑尾。怡萱，你先来讲。因为其他动物也有下巴，但是我们动物好像不会特别讲说是下巴，就是说是有上颚骨和下颚骨这样子。对，所以我在想说可能是阑尾吧。子怡，我就是阑尾。好，谢谢。我记得其他动物也有阑尾吧？对啊。好，不要硬撑，没关系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下巴。其实呢，所有动物中只有
有人类有下巴，我们看到这个下巴其实不是下颚骨，它是我们另外凸出来的一块骨头。所以具体来说呢，它跟其他动物的下颚是不一样的。像已灭绝我们的近亲直立人啊，还有黑猩猩跟大猩猩，你会以为它有下巴，可是事实上它们也是没有下巴，都只是下颚骨而已。但事实上下巴对人类没有太大的帮助啦。但也有另外理论觉得下巴至少可以帮助咀嚼。这1万块请入刘芷怡的账上，19000，其他请回来，总共要进行3轮。接下来进行的是第2轮，请出题。泡澡后手指皮肤皱皱的，请问皱褶的皮肤有什么好处呢 ？A. 增加摩擦力 ，B. 增加触觉敏感度。请作答。好，只有徐院长跟大家不一样，增加触觉敏感度，请说。应该要再见了。怀疑自己了，院长。因为那是妇产科，能够跟皮肤科不一样，那就是再见了。来，皮肤科的医师请。因为就是在水中的话，就是我们比较握不住东西嘛，对，所以就是手指头会变皱。哦，帮助我们增加帮助你在水中握东西这样。对啊，水中要握什么东西？我是听说是不是这样比较不容易滑倒，然后有接触力啊，脚也会皱啊。是哦。对，那就穿防滑鞋就好了。哇，以前人可能没有。以前没有。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增加摩擦力，因为呢，我们手指潮湿的时候呢，我们说实话也不需要特别加强力气去抓住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皱纹就会增加我们手指跟物体之间的摩擦力啦。那有些科学家认为啊，我们指尖跟脚趾上面的皱纹呢，就很像轮胎纹啊，或是鞋底的纹路。那下雨天的时候也可以保护我们。那皱纹产生的通道就可以赶快的把手指啊，或是脚趾物体接触的水分赶快排出去、挤出去。所以呢，有可能我们人类在某个时间进化出有了指尖跟脚趾的皱褶，那这项特征呢也留了下来。来，请旁边休息。院长，来，请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5人平均值理论表示，现在最常相处的5个人，平均起来就是当下的自己。请问是下列何者平均 ？A. 身高 B. 财富。请作答。为什么他们都在笑？什么叫5人平均值？来，伟杰。我觉得比较少人会挑身高相近的人一起当朋友。那你要能够相处，就像你要能够一起出国，那你一定要挑一些相对而言跟你的经济水平比较接近的啊。那不会说我要吃个我想要吃个甜点，他不要，他说太贵。所以我觉得财富可能比较是你比较常接近的5个人当中的平均值。所以这个是平均，身高的平均值，他不会在乎你高或矮。而且你身高不会变啊，就算我跟190或者跟120在一起，我身高还是一样的啊。对，他不会在乎他身高高矮，所以这个不会有5人平均值嘛。不会因为我找一定要平均170的做朋友。对，而且搞不好我的小孩才120或者90。但生小孩可以啦，可以找高一点老公，像我。所以是这个意思哦。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财富，美国有个企业家叫做 Jim Rohn， 他提出的5人平均值这个理论表示现阶段我们花最多时间相处的5个人啊，平均起来可能就是当下的自己，包括哪些呢？像是 EQ 身体素质、跟你的思考、决定、兴趣，甚至财富各方面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平均值。就比方说，我最近很常跟瓜哥混在一起，我可能就会变有钱吧。对他现在钱变真的很多了，也没有到哪有你多。来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防止打嗝偏方多，请问科学实证有效的止咳方式是什么呢 ？A. 把手伸进肛门 B. 用手指搓肚脐。请作答。太奇怪了，很难选对，你看别人不一定对哦。你看也没用啊，看也很难参考。请作答。
子怡很难的，请作答。手指伸肛门，可是他打嗝都闭那么紧，怎么？我觉得可能戳不准应该不会这样用，但是陈医师很勇敢的选那个 A 耶。对呀，他泌尿科的啊。对，因为我比较习惯把手指伸进肛门，不是我的。他那个是检查你的那个射弧线。对，但是我想那个治打嗝的方法就是要吓他嘛，所以如果突然你给他戳进，可能就不会打嗝了吧？那就飙高音啊！对，可能就不会了。所以我觉得 A 这个道理应该蛮有可能，但是这个 A 是手还是手指啊？如果是手的话，我想改答案。手整个伸进去哦。手的话，我想改答案；手指的话，我就是 keep A。你这个手指还手太夸张了吧？手指啊！你有保龄球瓶哦？那3个人选 B 是用手指戳肚脐，因为他们是女生嘛，她不用那么粗的动作。对，明选不是，我老实说我不知道，可是我只是想说会到科学实证有效。它一定要是一个很好做得到的。正常人在打嗝中，你要戳得准你的肛门，我觉得有一点难。那你戳你的肚脐应该是会比较简单。我是因为这样去选择 B。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把手指伸进肛门。打嗝的原因很多，通常跟吃什么有关，像是如果喝一些气泡饮料啦，或是吃很油很辣的食物，都容易造成打嗝哦。那居然有科学实验发现，如果你打嗝打不停，可以把食指伸进肛门，缓慢的圆周运动按摩你的直肠，那刺激直肠神经起到反射作用，你就可以减缓打嗝的频率咯。那30秒之后就不会再打嗝了。真的哦？如果你相信科学，也许你可以探索一下你的菊花，说不定惊吓过度打嗝也可以不药而愈。可是在等行长，周围转按摩。可是你们检查射弧线也是从肛门进去，对，是不是进去？应该是中指吧？食指也可以。来，请回来，再加1000。9000元，请进入陈伟杰的账户，18000，因为这关是你获胜嘛。接下来进行最后一轮，第3轮，来，请出题。看蓝天时，居然看到白色细线在眼前，请问这些漂浮物实际上是什么呢 ？A. 血小板 B. 白血球。请作答。请作答。好难。请作答，请作答。第可以啊，无意见。我是在想说，如果白血球和红血球，应该它们大小很相近，所以我就想说选一个最小的。院长。虾米？因为我觉得照太阳，看到阳光。会有一些发炎反应吧，所以白血球会增加。正确答案是 B， 白血球。我们常常误以为这样的状况就是飞蚊症，其实不是哦，它是有一个蓝天内视现象。那是因为我们眼球里面的微血管里面的白血球不能吸收蓝光，所以我们会在视野里面看到白点或是像虫一样的漂浮物动来动去。这样子的话是蓝天内视现象。不过你如果看到这些斑点，它的大小跟形状是不一样的话，那你很有可能是真的飞蚊症。好，2位请休息。来，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折手指发出的咔咔声真疗愈，请问长期这样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A. 引发关节炎 B. 不会有影响。请作答。会引发关节炎是只有一位陈伟杰医师，来，请说。因为凡是过度刺激，应该都会有问题。那像关节里面有一些关节液，还有一些软骨，所以如果你一直反复的去刺激它、磨损它，我觉得应该会引发关节炎啊。像退化性关节炎，老人家那膝盖痛啊，也是一样意思。其实他的选择就是说只有2种选择。你说这样折不会影响？他觉得不太可能。对，但因为可能我是泌尿科医生，不太懂这个手指骨头，就没有人会拿那东西折来折去嘛。不会吧？下面可以折来折去。对啊，不会啪啪啪啪。不会有咔咔声吧？没有，可是做到一半常常会发出会有那就完蛋了。所以怎么可能不会发炎？不可能。明选。
好啦，我只是觉得手指一般的关节还是比较一些自体免疫疾病啊，就是才能造成变形。但其实我不是很知道说，对，因为姐姐讲不会有影响，还蛮果断，但我都选了，所以就这样吧。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不会有影响。其实我们折关节发出的咔咔声是小气泡破掉的声音。目前呢，没有任何一种已知关节炎的形态跟气泡的产生有关。所以如果你觉得折关节很舒压的话，那就放心大胆继续解下去啦。哎呦，这样手也不会变形。不会，不觉得打人前这样这样帅？对，一定要。你都是配音的，其实没有哎。来，是我们按摩常常会。折嘛，对，我们长期都是这样嘛，你这样反而会连脖子都有。对啊。来，请休息为节。来，加2000、5000哦。那下面一题，请出题。放假就想睡到饱，小心打坏生理时钟。根据心理师指出，只要连续2天比平常晚多久睡觉，就有可能影响生理时钟。A. 半小时。B 2小时，请作答。好，分胜负了。院长，请说。因为我是觉得半小时太短了啊，因为随便你每天做个2小时才会影响，半小时等于没影响啊。对，那你2小时？没有，我只是觉得应该有诈，就是觉得反向思考。对，反向思考。OK， 好，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2小时。大家有没有经验？每次长假如果放多天一点，然后我们就晚睡晚起，后来要收假的那个前一天晚上呢，你就会觉得你躺在床上怎么样都睡不着，然后影响到你隔天。因为其实根据研究，只要连续2天比平常晚睡晚起2小时，就可以导致你整个生理时钟后移哦。所以以后就算假日要赖床，请控制在1.5小时之内。拖太长不好啊。对，来，各个请回来，我们先加1000。这轮比赛也结束了，6000块获胜是徐金元，来，请灌入他的账户。最终，请乡里宣布他们的奖金。好的，刘医师19000，徐院长21000，郑医师15000，陈医师18000，吴医师12000。恭喜徐院长获胜！进行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院长啊，获得2万1的集团卡，谢谢。哎，实至名归了哈。来，请插卡。好，金库请打开，里面有2万1是您的奖金，但是先经过密码的考试。来，请提示密码。 2个密码选择，第一个是总笔画40画的准备医生国考，对，第二个是总笔画51画的小情侣怀孕了，这个都跟他有关了，因为妇产科嘛。对，这笔画都好多。对啊，小情侣怀孕很多啊，什么早生贵子啊，晴天霹雳吧，晴天霹雳啊，对啊，等下说明真的是啊，对啊，51画的字可能比较多一点。那准备医师国考呢？有啊，也很多啊。 勤学苦读啊，整个带弹啊，哦，树叶北蟹哦，那你要选哪一个呢？应该选40画嘛。40越少越好。对啊，因为这跟苦读有关。小情侣怀孕那个51画是不是太多？来，请锁定准备医师国考，请锁定。小情侣怀孕哪4个字呢？请出。哇，情窦为什么？这个不是简单吗？情窦初开还没有。 怀孕吧，情窦初开就是可能刚恋爱，不会去想到这个啊。好，既然没选这个，我们就不用看了。我们看你准备好了，请拿笔。待会题目一出，你挑战时间是1分钟哦。先清楚写字，再写密码。OK， 来，请出题。准备医生国考，你的题目是树叶匪蟹，真的是树叶匪蟹，我乱猜的了。来，请计时1分钟开始。好，清楚。树。哎呦。 这国歌里面有嘛？对，字还蛮不错的。1、2、3、4、5、6、7、8。匪。1、2、3、4、5、6、7、8、9、10。
懈懈怠的懈。懈。等一下，想一下。糟糕了。谢谢的谢哦，对吧？谢要写，不然时间会过去哦。对，谢。已经40秒了。3、4、5、6、7、8、9、10、11、12、13，好像不13来写13，写13呢？13。好，先确定。1秒。对，好像52还有8秒哦。嗯。树叶匪蟹的蟹。蟹不对。来，密码。06081013。对或错？你剩下8秒钟。8秒钟一定是蟹是错的。啊，知道了。来，好了吗？对呀，讲清楚。OK， 好。来，计时8秒开始。清楚。4、5、6、7、8、9，是吗？好像不对。也错了。哎，那个泌尿科还在吗？错了，有蟹的问题，那个他有早泄的问题啊。有谁有早泄的问题？怎么写这些？早泄哦。来，密码06081009。对或错？太难了，蟹不是竖心旁吗？对啊，一个解开的解，心中松懈的懈吗？这太紧张了，是不是忘掉了？是不是应该这样？是不是应该这样？是解啊，对，这个这样对嘛，解释的解嘛。我们看正确解答，没错啊，16哎，16多算一画的，对呀，所以这笔画难也很难，好难哦，来，太难了，来，谢谢，跟金库说拜拜，谢谢，拜拜。但也不会写的早泄哦。啊，你看这个因为医生开药单都是用英文比较多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中文看会写到早泄的泄，就是这个我会。你会好，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还是强调医病关系还是要调整好啊，大家对医生还是要信任嘛，因为医生其实在这个环境也非常艰辛啊。辛苦哎。对，各位有看过那部戏就知道，那个疫情来的时候，像 COVID-19 啊、SARS 的时候，那些医护人员很辛苦，多体谅他们一下。对的。来，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